当木棺缓缓打开的那一刻，人们终于看清楚了里面的模样。这具在水中沉睡了1000年之久的尸骨呈现在了我们面前。此时你看到的是发掘曾侯乙墓时真实的考古影像，而这座出现在博物馆的头像，就是专家根据曾侯乙的头骨，并通过技术手段复原的曾侯乙头像。1978年，在湖北省随州市区的雷古墩发掘了一座至今2400多年的战国古墓。当把地表以下3米多深的五花夯土清理干净后，露出了一层不规则的石板。这些石板一共有240多块。当把石板下的青膏泥清理干净后，椁室也显露了出来。整个椁室是由170根方木组成，木口呈现出不规则的多边形。椁室一共分为东、中、西、北4个室，面积足足有220平方米。在中室放置的随葬品主要是乐器和青铜礼器，北室放置的是兵器、车马器和竹剑，西室放置的是13具随葬棺椁，而东室就是墓主人的棺椁。清理墓主人主棺的时候，考古人员在主棺旁边清理出来了一件器物。这件器物的出土令众人欣喜万分。这是一尊青铜鹿角立鹤，它面向南方，昂首伫立，寓意着墓主人吉祥如意。在这座古墓中，一共清理出来文物15404件，这些文物保存的不仅十分完好，并且依然保持着下葬时的安放位置。当把墓室全都发掘出来后，对文物的清理工作也即将开始。在清理主棺时，考古人员发现棺椁是向西倾斜的状态，难道这是一种特殊的丧葬习俗吗？经过清理发现，主棺分为内外2层，外棺长3.27米，宽3.1米，高2.9米。这种彩绘棺椁在我国还是首次发现。首先，考古人员先将主棺从墓室中调取出来，由于起吊的时候出现了意外，所以只能在现场将主棺进行打开。当把外棺打开后，内棺也显现了出来，而墓主人的尸骨就躺在里面。由于身上所穿的丝织品经过岁月的侵蚀，已经完全腐烂，但是墓主人和殉葬人的尸骨却依旧保存完整。由于室外环境的影响，考古人员决定将墓中的所有棺椁都运往了室内进行开棺保护。这里一共有23具棺椁。此时，考古人员正在清理墓主人的骸骨。经过鉴定，墓主人是一位男性，身高在1.62米，年龄在45岁左右。在余下的21具棺椁里，都是殉葬人的棺椁。经过对骸骨的鉴定，得知这些都是年轻的女性，她们年龄最大的在25岁，最小的13岁。所有尸骨上都未曾出现被利器或者中毒的痕迹。在墓主人的身旁还有一具狗的尸骨，它很有可能是墓主人生前的宠物。内棺打开了，墓主人的尸体是由多层丝织品包裹安葬的，经过2400多年的岁月消磨，尸体及丝织品都已腐烂了。这是曾侯乙墓真实的原始影像资料，墓中出土了代表中国古代青铜器制造的最高水平。此时，考古人员正在打开曾侯乙的棺椁，墓中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呢？这时，考古人员发现，在内棺上还雕刻有彩绘花纹，这些花纹的图案精美异常。在窗格纹的两旁还画着手持兵器的怪鸟神兽，这些代表着保护棺椁的勇士。而那些窗格纹，专家表示应该是让灵魂能够来回出入。这座举世罕见的大墓，并且拥有如此庞大殉葬的墓主人，究竟会是何人？这件在墓中出土的钟上似乎可以为我们揭晓。帛钟上清晰地刻印着31个文字，上面记载了在公元前433年，楚惠王将这件帛钟送给了曾国一位
名叫乙的国君。这件文物的出土为我们判断墓主人的身份提供了非常可靠的依据。除此之外，在墓中还出土了300多件金银器。这件可以活动折叠的玉佩长48厘米，每个玉佩之间用活环连接，共有16件。它的做工精细，结构巧妙，是不可多得的稀有珍宝。在墓中还出土了很多的白玉，这些玉器的雕刻手法众多，整块玉都显得十分晶莹剔透。这时考古人员们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文物，这些都是用玉雕刻而成的，大的不超过1颗蚕豆，小的也只比稻米大一点。这些巧匠用他们灵活的双手雕刻出了牛、羊、狗等动物，造型小巧玲珑，十分的生动逼真。在战国以前的墓葬中出土的玉器比较多，但是在这座古墓中出土的金器却很多。这件金盏重4斤3两，与金盏一起出土的还有金勺、金杯等。除了金器之外，曾侯乙墓中出土的兵器也堪称考古史上之最，并且有些只在书籍上的兵器，在曾侯乙墓中都能一睹风采。这3把矛戟就是全国首次发现，这种带刺球的矛也只是在《诗经》才有读过，如今终于有幸见过实物。这些用青铜制作的箭足足足多达4500件，虽然深埋在地下2400多年，但是依旧锋利无比。这些漆木竹器一共分为2种款式，分别为东式和中式，数量足足有250多件。其中一件漆箱上还雕刻着紫金之衣的图案，代表着装衣服用的。还有一件箱子上画着一棵树，在树上还挂着太阳，在树下有一个手持弓箭的人，这大概就是后羿射日的场景吧。还有一个盖箱上画着星象图，青龙和白虎围绕着北斗而动。这幅星象图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天文资料。内棺打开了，墓主人的尸体是由多层丝织品包裹安葬的，经过2400多年的岁月消磨，尸体及丝织品都已腐烂了。这是曾侯乙墓真实的原始影像资料。古墓中不仅有精美的随葬品，还有一些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具，就比如这一套用来野炊的器具。箱墓中装着一些铜鼎，打开铜盖后，里面还能发现残留的动物骨骼。这件用木头雕刻的梅花鹿，你可别小看它，它头上装的可是真的鹿角。考古人员发现，在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青铜器有2个特点，第一个就是高大，这件铜罐和铜桶是目前铜类器物中最大的容器。第二个特点就是造型精美，采用最多的铸造方法就是失蜡法，并融合了先进的工艺技术而制作的尊盘，是我国首次出土的一件真品。盘的口沿双层镂孔花纹，宛如祥云缭绕，酷似游龙翻腾。尊与盘合成一气，纹饰神秘严谨，制作精巧奇特，设计别具匠心。青铜器中还有一些生活用品，在这些器物上都刻着曾侯乙的名字，这也就说明这是曾侯乙所享用的器物。在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青铜礼器足足有134件，9鼎8簋也代表了墓主人身份地位之高。很难想象，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有如此高超的青铜冶炼技术。如果说目前所看到的文物已经让你感到震撼的话，那么接下来介绍的这件可以说是震惊了整个考古界，就是这套青铜编钟。这是一套由65件编钟组成的，一共分为上下3层，其中最大的编钟高1.54米，重203.6公斤，最小的却只有20.2厘米，重2.4公斤。这套编钟的总重量竟然达到了
2000多公斤。它在地下埋葬了2000多年，依旧完好无损，安然屹立，并且在中甲和中体都刻有铭文，共有3755个字，上面的文字记载着音律之间的搭配。编钟上还记载了每个钟都有2个击打的部位，每个击打部位所发出的声音也都不同，也就是说，一个编钟可以发出2个音律。在编钟的旁边还放着演奏用的木锤和木棒。关于木锤和木棒的使用方法，都在这小小的鸳鸯七合中。在鸳鸯七合上，一面画着击鼓的动作，另一面画着撞钟的姿态。画上的内容为我们展示了演奏的方法。当专家击打编钟后，即使沉睡了2000多年，依旧犹如天籁之音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中积极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